乌军司令被罢免，俄卫星遭打击，乌随时可以控制刻赤大桥。法军总参称无人机即将过时。意大利航母抵达新加坡，阿根廷更新坦克。6月24号，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在他的 Telegram 频道中宣布，乌克兰武装部队联合部队司令尤里·索多尔被免职。泽连斯基表示：“我决定用安德烈·格纳托夫准将取代乌克兰武装部队联合部队司令尤里·索多尔中将。”这里大兵来解释一下，这个联合部队司令是什么职位？我们都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现任是希尔斯基，而下属的乌克兰总参谋部是由阿纳托利·巴里列维奇任总参谋长的，联合部队司令部便是该机构的下属部门，主要职责是协调高层和敌方部队的指挥。目前，联合部队司令部负责哈尔科夫、利曼、苏勒达尔和塔夫里亚4个地方的指挥权。泽连斯基并没有对这一决定做出更多的解释。不过，网络猜测索多尔被解职的直接原因和一位女人有关系。前一段时间乌克兰最高拉达副议员马里亚娜·贝祖格拉纳指控索多尔将军是乌克兰武装部队在托列茨克附近失败的罪魁祸首，因为在俄罗斯武装部队突破期间，他正在敖德萨的奥布拉卡餐厅喝酒。所谓的托列茨克被突破，即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军队在杰尔任斯克以南取得了新的进展。他们在6月22号占领了舒米村，并向森林地带推进了2公里。舒米有一定的战略意义，它位于马约尔斯克进攻方向的南侧，是连接多个重要地点的枢纽。通过占领舒米村，俄军不仅控制了周边的泵站和垃圾场，还为后续向杰尔任斯克城区提供了平台。然而，舒米是一个很小的定居点，俄军很难在此大规模集结部队，所以虽然俄军占领了该地，但是很难凭借这次胜利在战场获得决定性的效果，反倒要防止乌克兰的反击付出更多的精力，因为该地四通八达，西边的基罗维、杰尔任斯克均有乌军把守，对舒米成犄角之势。所以大兵认为，这次对索多尔的解职可能和丢失舒米存在一定的关系，但不是决定性因素。从人物关系上来看，索多尔是扎卢日内时期的老将，而继任者安德烈·格纳托夫则是希尔斯基的老部下。目前乌军中希尔斯基派的军官均得到了重用，比如现任副总司令苏哈列夫斯基、现任副总参谋长德拉帕蒂、现任空突军司令斯凯比克。除了派系问题之外贪腐也一直是泽连斯基主抓的问题，这是加入欧盟必不可少的条件。如今乌克兰入盟谈判在即，索多尔被爆出工作作风问题，可能也是被解职的原因之一。6月22号，乌克兰再次使用 ATACMS 对于克里米亚地区进行了2次袭击，其中就包括了位于维蒂诺的 NIP-16 深空通信站点。该基地最大特点是由8个巨型射电天线组成的雷达阵列，除此之外还有另外20个天线。目前，美国宇航局的资源管理系统火灾信息已经证明了此处爆发了火灾，但具体受损情况不明。据乌克兰军事新闻媒体报道，该站点现在被正式称为第40独立指挥和测量综合体，它是俄罗斯空天军测试和空间系统控制中心重要的一部分，在1960年左右建造，曾经负责在苏联的月球、金星和火星等探测任务中发挥关键的指挥和控制作用。在1967到1975年间，该基地是苏联太空视野的重要控制中心。在2014年接管克里米亚后，它被俄罗斯占领后，被移交给了俄罗斯空天军，后者开始对该设施进行现代化改造。截至2017年，该中心已经收到了10个新系统，升级仍在进行中。最初的计划是花费18亿卢布重建一架射电望远镜，按当时的汇率计算，成本约为2800万美元。基辅邮报认为，现在该建筑的目的是用于对来自中东、非洲、西南亚方向的弹道导弹预警。同时，也有观点认为，该站点用于维护和控制俄罗斯卫星，包括格罗纳斯。该系统对标的是美国的 GPS， 是所有俄罗斯制导系统的关键。如果失去该系统，几乎所有俄罗斯的导弹都将无法使用。
无论该基地的真正用途是什么，乌克兰使用了8枚每发170万美元的 ATACMS 打击了该基地的行为，足以证明它在乌克兰心中的战略地位。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乌军在有目的地针对俄罗斯雷达系统。5月23号，乌军空袭了2座沃罗涅日的 DM 雷达，这是俄罗斯最先进的雷达系统。俄罗斯只建成了7座，每座雷达建造时间长达9年。当然，除了雷达系统呢，克里米亚的命脉克赤大桥也处在乌军导弹的打击范围。布达诺夫在6月12号接受《费城问讯报》采访时表示，乌军随时可以通过陆军战术导弹来打击克赤大桥，让被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陷入孤立，而且俄罗斯对此无可奈何。克赤大桥是沟通克里米亚和俄罗斯的重要通道，俄军在南部战线部队的大部分后勤都要通过克赤大桥，从俄罗斯国内运到乌克兰。因此，俄罗斯军方对于这座大桥十分重视。之前大兵就曾报道过，俄军将大量的防空系统，包括最先进的 S-500在内，调往了克里米亚，同时在水上组成船墙，力保克赤大桥。然而，随着美国解禁陆军战术导弹，以及把克里米亚地区视为合法的打击目标，克赤大桥正在变得岌岌可危。想必有些观众应该记得，去年俄军利用大量的导弹突破乌克兰爱国者的防御网，打击基辅地区的能源设施。而时过境迁，轮到俄罗斯吃瘪了。之前有视频证明，俄罗斯的 S-400面对陆军战术导弹的效果非常差，一台发射日期发射3到4次都无法拦截1枚导弹。而且乌克兰目前拥有超过1000枚陆军战术导弹，如果进行饱和式打击，俄罗斯几乎完全没有抵抗之力。那么有的观众就会说了，既然这样，乌克兰为什么不打呢？事实上，克赤大桥它不仅仅是一个军事目标，还是俄罗斯的脸面。目前乌克兰官员表示，由于南部战事的减轻，俄军已经减少了通过克赤海峡大桥的军事后勤运输。也就是说，现在打击克赤大桥对俄军影响不大，甚至还会授人以柄，导致俄罗斯更为疯狂的反击。同时，对克赤大桥的袭击也会导致俄军开发其他货运路线，导致其后勤路线更加分散，加大未来打击俄军后勤的难度。所以说呢，好钢是要用到刀刃上。等到俄军把重点放到南部时，乌军再来一招釜底抽薪，就能极大的改变战局。不是不打，而是时候未到。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战线。6月24号，乌克兰军队在沃夫昌斯克东北部与俄军进行了小规模的战斗。有视频证据表明，乌军重新夺回了当地的一条街沿线的阵地。在哈尔科夫市东北部的斯塔里察，乌军也夺回了部分阵地。而在库皮扬斯克方向，俄军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在星沃季亚内以西推进了800米，但代价十分惨重。乌克兰记者尤里布图索夫报道说，俄罗斯第144摩托化步兵师在5月12到6月17号期间，在该方向的战斗中至少伤亡了251人。在西维尔斯克，俄军是占领了罗兹多利夫卡东南部，并插上了国旗。总体来看呢，俄军最近在东部的进攻速度愈加猛烈，乌克兰已经很难在东部的几个关键方向上形成有效的反击。关于这一点，乌克兰情报局局长布达诺夫解释，虽然美国和欧洲的武器交付，包括火炮弹药，正在比几个月前更快的速度抵达乌克兰，但这还是需要时间。布达诺夫表示，虽然情况不会继续恶化，但前线局势至少在1个月内将保持困难。乌克兰国防部第一副部长伊万·哈夫里柳克中将近日在6月15号也表示，乌克兰军队仍在等待美国在2024年4月下旬通过的大部分军事援助抵达乌克兰，但美国的安全援助抵达的数量有限，使俄罗斯的炮弹优势从7-1降至了5-1。防务新闻网站6月20号报道，法国陆军参谋长认为小型无人机将很快失去战斗优势。法国陆军参谋长皮埃尔·席尔在法国举行的欧洲防务展上，小型无人机目前在乌克兰等地享有的优势不过是历史上的一瞬。席尔表示，虽然反无人机系统的滞后让这些拼凑起来的极其脆弱的东西占据了空中优势，但反制手段正在研制中。俄乌冲突中的70%的无人机已经在电子战中折损。目前，乌克兰约80%的摧毁任务是由 FPV 无人机承担的，而8个月前呢，这些系统还没有出现。10年后，这种情况也将不复存在。
希尔举了骑手无人机的例子，这个在俄乌冲突之初被誉为战争之王的无人机，现在已经不再使用了，因为它太过简易，不具备迅速移动的能力。军用无人机的研发速度意味着不能进行大量采购，因为一时的优势也许5个月后就会过时。希尔说，现在的无人机比2-3年前更先进，机载计算能力更强，能根据地形自动导航或者切换频率以躲避干扰。但无人机不能和155毫米口径的炮弹相提并论，因为炮弹也许10年后仍用得上。军队需要在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找到与现实匹配的系统。事实上，如此大规模的使用小型无人机，确实俄乌战争是独有的现象，因为无论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在集成电路领域几乎都是一片空白，导致其无法生产相对应的电子干扰设备。想要屏蔽无人机，几乎只能实现全频段干扰，而这呢又会干扰己方通讯，杀敌1000，自损800。目前，俄罗斯正在开发单兵电子战设施，由士兵携带干扰器，在遭遇无人机时进行短暂的干扰，以击落无人机。本月早些时候，意大利加富尔号航母离开港口，进行了为期5个月的巡航。6月24号，该航母打击群宣布抵达新加坡。意大利海军参谋长恩里克·克雷登迪诺上将表示，加富尔航母打击群是在全球范围内最通用和最灵活的工具，为决策者提供了广泛的干预选择，对于控制海洋和保持海上交通线的畅通也至关重要。航母打击群也是对盟友的支持和对敌人的威慑的工具。意大利海军购买的第5代飞机是意大利国防能力的又一次进步。作为意大利海军的旗舰，加富尔号航母可以进行短距起飞垂直着陆，可以同时起飞或者降落6架飞机，机库有足够的空间容纳12架直升机或者8架战斗机。这艘27000吨级的舰艇在2004年下水，后来完成了容纳和操作 F-35B 所需的维护和现代化工程。第5代飞机正在逐渐取代老旧的 AV-8B。与加富尔同行的阿尔皮诺护卫舰是一艘欧洲多任务护卫舰，是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发并最终演化成意大利的贝尔加米尼级和法国的阿基坦级护卫舰。虽然保留了防空能力，但该舰为反潜特化性护卫舰。离开港口后不久，西班牙护卫舰努曼西亚和法国护卫舰阿克尼特加入了航母战斗群。该小组后来与法国的索姆河补给舰、希腊护卫舰蒂米斯托克利号和弗拉查克斯鲁森级快速攻击艇一起行动。离开地中海后，他们在红海和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打击群遭遇，并联合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护航任务。而这次加富尔号航母打击群抵达印太，预计将进行2个月工作，期间呢会访问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印度和中东其他国家，在11月返回意大利。根据该航母离开港口的照片，船上呢有4架 F-35B 和6架耀式战斗机，包括有双座的 TAV-8B， 甲板上至少有1架 NH-90 和1架 EH-101， 机库中应该有其他直升机。阿根廷陆军将于9月开始接收第一批现代化的 2CA2 中型坦克，在年底前将交付10几辆。6月20号，阿根廷总统米莱询问国防部长路易斯·佩特里：“我们真的会有新玩具吗？”佩特里回答：“我们将在今年开始接收现代化的坦克。”该计划预计价值3000万美元，涉及2027年阿根廷对现有的200多辆中型坦克的74辆进行现代化改造。消息人士称，这项工作的初始预算为300万美元，但政府计划在2025财年到2027年之间分配更多资金。根据和以色列的合作协议，阿根廷在2010年启动了坦克升级项目 ，Elbit System 将提供技术支持。坦克现代化预计将提高 2CA2 中型坦克的探测、瞄准、交战和破坏能力。为此 ，Elbit 正在提供一种新的火控系统和相关技术。每辆坦克将配备2个 COAPS-L 瞄准系统，一个用于坦克指挥官位置，一个用于瞄准器，配备用于热探测和视觉以及激光测距的光电系统。这些系统将为目标捕获和跟踪提供全天候能力。坦克的主武器没有改变，目前是莱茵金属制造的 RH-10530 105毫米火炮。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